今天穿明制漢服來清東陵逛這邊的香妃墓，確切的說，這個地方應該叫玉陵妃園寢。顧名思義，它是乾隆御陵附帶的妃嬪陵墓群，裡邊一共埋葬了乾隆的36位後妃，包括乾隆的繼後那拉氏，以及身有異香的容妃，也就是民間傳說裡的那位香妃。因為這位香妃的人氣最高，所以這邊對外宣傳的噱頭就是香妃墓。遊客一看這名字就知道能在墓裡看見誰了。為了配合這個宣傳，景区甚至特意清理出了香妃地宫，以供游客下去參觀。至於這邊的主位地宮，反而關起門來歇班了，不知道旺季能不能開。對於那位香妃來說，很難說這到底是幸運還是不幸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，這次一定点關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啊！我目前在这個地方是位於河北遵化的清東陵的玉妃陵寢啊，他們景區官方是按照香妃陵去宣傳的。我一直以為這裡邊只埋了一個香妃了，實際上你看我背後，這埋了多少人？這是一會兒我們來好好的逛一逛这啊。我是2025年11月從天津自駕過去的。首先看一下航拍視角，發現只能看到第一進院落，但後院全被密林擋住了，無法在這個視角看清格局。現在我們走到近前，發現前邊僅有一座拱橋，其配置低於帝陵，旁邊則有寬闊的平橋，這橋用來走汽車都沒問題。過了橋就抵達了龍安門區域，這也是景區的入口。進門前可以先看看導覽圖，發現這邊的院子雖然不大，但後院的墓是真不少。現在我們走進第一进院落，能在右手邊看到一座了爐，了爐是焚燒祭品的地方。而且你發現沒有，帝陵所用的了爐一般都是以黃色琉璃瓦為主，但這個是純綠色琉璃瓦，因為后妃的級別低於皇帝，所以就要降級成綠色的。但之前我們去過的慈禧陵就是按照帝陵的規格，以黄色琉璃瓦為主色砌成的了爐。然後我們來看建築，這邊的享殿是面阔5間，屋頂為單檐歇山頂，上覆綠色琉璃瓦，這個配置在清東陵絕對算是比較低的了。妃園寢的地位可見一斑。西配殿同為面阔5間的歇山頂建築，房子比享殿小1號，而東配殿則已經消失了，現在只剩下遺址留存了。現在我們準備進入享殿參觀了，它的屋頂有平旗，但這個平旗未免太潦草了點，很明顯是後期補上的。而殿內的展覽主題則名叫神秘香妃展。我們在現場展覽中得知，香妃是個俗稱，容妃才是正經的稱呼。因為它有科學難以解釋的體香，所以才得了香妃這個外號。而且香妃在入宮之後，皇帝太后都很寵愛她，並沒有清宮劇裡的那些亂七八糟衝突。她在宮裡生活了28年後因病去世，也沒有清宮劇裡的離奇結局。而在上世紀70年代，人們在地宮中挖出了香妃的頭骨和多件首飾，另外還有香妃的辫子。專家正是基於這些確定這座墓是真正的香妃墓。而新疆的那座香妃墓其實是他的家族墓，而非本人墓穴。此外，現場還展出了很多相關的畫像，都是按故宮和避暑山莊等地的原畫所複製出来的物品。現在我們準備越過小門進入封土區了。進門就看到了方城和明樓，它下邊是封土區最大的地宮，內中埋葬着2個人，分別是纯惠皇貴妃和乾隆的繼后那拉氏。但這個區域是不對外開放的，畢竟這邊對外宣傳的噱頭就是香妃墓，所以只要打開香妃的地宮，就可以對遊客有所交代了，別人的反倒不重要。現在我們準備走進香妃的地宮，看看內部的陳設。下了幾層樓梯之後，我們就看到了墓室入口上方的浮雕，還是一座五殿頂，而石門上還刻出了鋪首衔環的形狀，只是獸頭看起來酷似獅子而已。走進墓室之後，能第一時間看到香妃的棺椁，其外部石棺已經破損了，露出了內椁，但聞不到有什麼香味兒。這個地宮其實也不算大，前後只有一個旋形的墓室，牆壁上只能看出苔綠色的痕跡，但並不像帝陵那樣有各種裝飾。那麼香妃地宮這處核心看點，前後花個3-5分鐘，差不多也就看完了。至於玉陵妃園寢的被盜經歷，現有的資料並不算很多，我們只知道在1979年，專家整理香妃墓穴時，從上方發現了一處盜洞，但資料並未提到是誰幹的。這並不像孫殿英的手筆，因為他手裡有軍隊和武器，直接上炸藥豈不更方便？沒必要一點一點挖盜洞。
不過這夥盜墓人並未能把墓裡的東西偷光，所以後來的專家才能通過剩余的出土文物推測出墓主的身份来。当我們走進後院之後，就能看到剛才的預覽圖上所出現過的那些墳墓了。這每一座朱紅的寶頂下邊都埋葬着一個乾隆的妃嬪，具體布局如圖。可能你會覺得掛着貴妃名的人有很多，其實大都是死後追封的位分，生前的地位就更加一言难盡了。可能香妃算是命運好的了，那個在 C 位的皇后那拉氏，生前莫名其妙剪了頭髮，被乾隆說成是瘋子，剝奪了皇後的待遇，死後葬禮被降低了標準，還得和別人擠在一個地宮裡。排位靠前的尚且如此，而排位靠後的那些人，在史書裡都留不下只言片語。從宮殿的紅牆到墳茔的紅牆，足以耗盡他們活生生的一輩子。生前未必能見到皇帝幾次，孤單到死之後，又和那些不熟的人被埋葬到了一起。所以我們时至如今所看到的那些朱紅寶頂，無外乎是在那吃人的时代中被吞噬掉一生的可憐人罷了。看到这裡的朋友，歡迎點讚、收藏、加關注，和徐公一起讀城，一起旅行。